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峰故事。阿生，你可要想清楚啊！小梅刚走不久，你这么做，当心要遭报应。1993年3月27日，云南省某县农村一处坟头，一名中年男子手里拿着铁锹，站在一副棺材面前，踌躇不定。男子名叫怀世生。7天前，他的妻子周梅一时想不开，喝农药自杀。7天后，作为丈夫的他却不顾反对，坚决要给妻子开棺。在大家看来，周梅刚下葬不久，开棺很不吉利，也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，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就连怀世生的父母都看不下去，苦苦哀求他不要扰了儿媳的清静。可无论亲戚朋友怎么劝说，怀世生心意已决，非要开棺不可。正所谓死者为大，在我国死者是容易受到尊重的，特别是在一些落后偏僻的农村，这种思想更为严重。所谓入土为安，下葬的人根本就无法再动，开棺也会带来不好的事情。既然如此，为何怀世生坚持要给妻子开棺？事情还得从怀世生的妻子周梅服毒自尽开始说起。怀世生和妻子周梅都是典型的农村人，两家离得并不远，家境也相似。后来在家里人的撮合下走在了一起。对于周梅，怀世生是比较喜欢的，觉得周梅温柔贤惠，是个好妻子。婚礼办得很热闹，两人也都是老实人，结婚后互相扶持，彼此照应。虽然日子过得有些贫穷，但是也还算幸福。不过在上世纪90年代，走出深山去城市见世面，几乎成为了所有农村人心头的执念。周梅也不例外，她做梦都想去城里生活。奈何周梅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，她的根深扎在农村，就算向往城市，也没有机会过上城里人的日子。怀世生对于妻子的心愿和想法非常清楚，可家里的条件不好，他就算想帮妻子完成心愿，也无能为力。周梅也知道自己家里的情况，去城里根本就不现实。为了补贴家用，夫妻俩平日里除了种地之外，还会采摘一些山货在路边售卖。不知从何时开始，怀世生发现妻子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不仅开始打扮自己，还经常外出不回家，身上带着一个小本本样子的东西。怀世生一看就觉得不太对劲，几次询问，可是周梅都不肯说。怀世生也不好太过逼他，觉得那可能是他的一个小秘密，不是什么大事。可是在1993年3月19日，周梅早早起床，不仅换上了一套鲜艳亮丽的新衣服，还抹上了口红。可这一幕落在怀世生的眼里，心中很不是滋味。他一直知道周梅比较漂亮，即便不打扮也天生丽质。之前周梅也没有这些小毛病，可是最近却很在乎这些。怀世生怀疑妻子变了心，结合起这些天妻子的异常，他的心里更为难过，和妻子抱怨了几句。可是妻子却根本没有理他，而是一心在装扮自己。怀世生更加来气，他看着在镜子面前打扮自己的妻子，忍不住开口嘲讽道：“一个卖山货的，打扮成这样给谁看？新衣服不要钱，嘴上抹得油红血亮的，你要去干嘛？”周梅闻言，斜眼看了怀世生一眼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本，开口说道：“你个山里的老土渣子，你懂什么？我花你的钱了吗？今儿我就告诉你，老娘有的是钱。”怀世生看到妻子打扮一番后准备出门，顿时心中来气，一把抓住妻子，说什么也不让她走。夫妻俩就这样当着街坊邻居的面吵了起来。怀世生之前觉得妻子知书达理，
是个很好的人，可是现在却有了另一种想法，觉得他不太正经，忍不住说了周梅几句。哪知道周梅却不依不饶，两人吵得不可开交。周梅很会说话，怀世生略微落了下风，他心里很不平衡，看着妻子咄咄逼人的样子，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，只觉得全身上下都在叫嚣着要发泄。可是周梅却没有注意，还骂他整天疑神疑鬼的。怀世生一时激动，挥舞着拳头将周梅打倒在地。周梅一时间没有发现他的动作，被硬生生地挨了一拳。这下两人的梁子是彻底结下了。尽管之后怀世生也觉得自己有些过分，一直在跟周梅道歉，可是周梅却不愿意原谅。而且怀世生也没想到周梅也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，她自认为丈夫在外人面前打了自己，让自己丢了面子，一时想不开，竟然拿起一瓶农药往嘴里灌。怀世生见状连忙上前阻止，可周梅早就一口气喝了半瓶。等人们急急忙忙将她送到医院时，悲剧已经发生，周梅最终因农药中毒不治身亡。怀世生内心悲痛不已，深感愧疚的他给妻子穿上了新买的衣服，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埋进了祖坟。连带周梅一起被放进棺材的还有那个小本本。原本怀世生以为妻子死后事情也就告一段落了，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将妻子下葬后第二天晚上，怀世生就开始做噩梦，是你害死了我，都是你害死我的。说是噩梦，但却有些不同。前几晚怀世生梦到妻子时，妻子心怀怨气，责怪他害死了自己。可到了妻子头七当天，梦境却发生了改变。这天晚上，怀世生刚入睡，就梦到了周梅。原本他以为周梅又是来找自己报仇的，可周梅却一反常态地跪倒在他面前：“老公，过去的哪些事我不追究了，求求你救救我。”这让怀世生大为惊讶。他正准备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周梅的身影却开始慢慢变淡，最终消失在他眼前。怀世生只能隐约听到周梅让他开棺。醒来后，怀世生的脸色有些难看，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怎么做。如果按照妻子的要求开棺，势必会引起众人的反对，可如果放任不管，他又良心不安。最终怀世生下定决心帮妻子开棺，他也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家里人。起初大家都觉得不妥，纷纷劝说，觉得这一切是他多想了。可是怀世生却觉得自己的梦境非常真实，妻子一定是发生了什么。他本来就对妻子有愧疚，在梦里听到妻子求救后，却再也忍不住了，总觉得心里不太平静，而且总感觉妻子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家里人见他执意如此，最终也同意他的想法。1993年3月27日，这天刚好是周梅的头七，村民们得知了怀世生要开棺的消息，纷纷聚集在周梅的坟头，想要看一出好戏。可怀世生却并不着急动手，他看了一眼时间，等时间来到中午12点整时，这才动手开棺。12点是太阳升到最高的时间，也是一天之内阳气最盛的时候。怀世生挥动着铁锹，开始挖掘墓地。很快，一副木质棺材就出现在众人的面前。大家这时都有些紧张，毕竟是第一次遇见这种事情，生怕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。有一些胆小的甚至还开始走开，但是更多的人却是好奇，想要知道怀世生到底想干什么。就在村民们纷纷伸长了脖子，想看看怀世生到底要开棺干什么时，他的一个动作却让在场所有人脊背发凉。他在干嘛？他怎么敢？
在众人的议论声中，怀世生竟然将手伸进了妻子的棺材里。一番摸索后，脸色顿时变得难看了起来。只见他身体开始不规则的颤抖，目光死死地盯着棺材，颤颤巍巍地开口说道：“东西呢？那东西到哪去了？”怀世生的话让在场所有人感到莫名其妙。众人见状纷纷上前，可棺材里的一幕却让他们吓得腿脚哆嗦。只见躺在棺材里的周梅，胸膛已经被剖开，内脏和器官也被人割了下来，整个尸体都残破不堪。和周梅一起下葬的小本本也消失不见。怀世生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，一脸震惊。怀世生似乎是发现了什么一样，顾不上村民们异样的目光，当即跑到附近的派出所报警。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刻介入调查，也觉得此事很有蹊跷。在警方的查找之下，很快真相就浮出水面。原来这件事还得从周梅去公路上卖山货开始说起。在周梅卖山货时，意外认识了一个叫段荣华的中年男子。段荣华发现周梅很渴望城里人的生活，于是谎称自己来自省城，将周梅骗到市区后，两人慢慢发展成了情人。但纸终究包不住火，周梅很快发现了段荣华的身份。原来他只是一个货郎，经常跟车去市里，这才对城市颇为了解。但两人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，于是周梅决定和段荣华私奔。案发当天，周梅本想穿上新衣服，带上自己的存折出门，结果却被怀世生拦了下来。周梅误以为自己私奔的事暴露了，一时羞愧难当，这才喝农药自杀。在周梅死后，段荣华误以为被放了鸽子，后来得知周梅服毒自杀后，心里气不过，于是在周梅头七前天晚上挖开了她的坟，将存折拿走，还把对周梅进行了剖尸。在当地风俗中，如果尸体不全，死后无法得到安息。由此可见，段荣华对周梅恨之入骨，这才会在头七之前对其尸体实施报复。殊不知，段荣华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违法犯罪。在我国刑法中明确规定，盗窃、侮辱、故意毁坏尸体、尸骨、骨灰的行为，构成了侮辱尸体罪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。虽然构成了犯罪，但侮辱尸体罪并不属于重罪，情节严重的也只判处3年有期徒刑。只不过等待段荣华的不仅仅是刑事处罚，还有社会性死亡。他婚内出轨、剖尸挖坟的事被曝光后，很快就成为了人人喊打的对象，就连妻子也选择了离婚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